被网友看来打不过游击队的美军，在阿富汗遇到的是什么麻烦？如果遇到同样的环境，解放军应该怎么办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这两天呢，我看台湾新党那个侯汉廷的视频啊，就看他怼这个台独势力，挺好玩的，挺有力气。他就指责说台独势力是空口说白话，凭什么以为美国还会死撑台独、死撑台湾？美国给阿富汗的援助比台湾多了，上万亿美元的，说抛弃就抛弃。所以不要以为美国的心中台湾的地位就特别重要，不能丢失。并且侯汉廷还说了，美军打游击队水平的武装打了20年都打不过，游击队能比解放军强吗？所以你凭什么幻想美军能够轻易的打败解放军？当然这个话呢不仅仅是侯汉廷说啊，英国著名的《简氏防务周刊》也认为，美军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正在丧失传统的地面战能力，而且由于长期进行治安战，所以发展方向、训练重点都有点被带偏了，特别是遇到中俄这样的对手，又会变得完全不适应。另外呢，咱们有些网友啊，大陆网友从士气上也解释过这些问题，认为美军装备虽然先进，但是呢有点贪生怕死，变成了草莓兵，有点不堪一击。所以我就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，为什么1991年、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能打得势如破竹，为什么在阿富汗就始终拿不到一个战场主动权，输在哪里？未来我们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？有人说美军呢现在是不会打游击战了，我觉得这话说的也对也不对，需要一定的修正。美军现在存在一些厌战情绪是没问题的，这是美军在游击战中获得的一种非常负面的效果。原因呢，我们看那个电影《比利林的中场战事》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，我们也明白了美国这2场所谓的反恐战争给美国自个儿造成了多大的社会问题。这种社会问题反映到美军身上，多少会有一些厌战情绪。这个呢，还真不是美军的军事能力问题。美国的失败从越南到现在，核心问题一直都是输在政治上。另外呢，英国人说的过于侧重治安战也是现实。不过不能说美国不会打游击战，美国在伊拉克利用无人机高空进行隐蔽监控，战术上呢空地协同配合还是挺熟练的。但是关键问题在于，美国在部落社会为主的这种国家，它缺的不是打游击战的能力，它缺的是面对防范游击战的能力，也就是它缺了一个最重要的手段。一方面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，另一方面就是美国最重要的 OODA 循环被打断了。OODA 循环战术层面讲就是观察、调整、决策、行动。每次进行打击之前，我通过 OODA 循环，我要判断哪些人是自己人，哪些人是敌人，哪些东西是有威胁的，哪些是没有威胁的。而美国人呢，在阿富汗这种地方，面对友军也好，面对敌军也好，很大的困难就是外观上、行为上，我根本就不好分清谁是塔利班，谁是老百姓。因为有时候大家服装差不多，武器差不多，从空中往下看的时候，太容易认错。甚至有些人呢，今天是美军或者政府军这头的，明天一跳槽去了反美武装那边了，怎么都有可能。同样是一个人，拿着同样的枪，身份天天的变。所以敌我识别很难，一直就是面对这种游击战的最大麻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各种有意无意的误炸或者滥杀无辜，还会把很多本来对美军有好感的人推到美军对立面，包括澳大利亚军队的暴行都会被当地人算到美国头上，反正这是你美国带的小弟。而这种对立情绪会带来更广泛的这种对抗，美军呢和他的盟国军队呢面对这种广泛的对抗，就更容易滥炸无辜，这就形成一个死循环，战场因素、政治因素全都搅在一起了。其实美国人在越南也好，在这阿富汗也好，基本都败在这个死循环上了，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和当地老百姓放在一起。其实呢，未来我们可能也要面临城市游击战，我们当然愿意看到对方识时务，顺顺当当跟我们进行和平完整交接，但是也必须做好准备，因为肯定会有些死硬分子还想挣扎到底嘛。这样呢，我们也就必须吸取美军的教训了。我们的战场 OODA 循环如何保障就成了课题了。这需要2方面支持啊，一方面需要当地民众中脑子清醒的，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军队中的放下武器，干脆最好就是促成对方呢放下抵抗或者战场起义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应该要求无关人员尽可能做到避免跟军事目标相混淆，比如添加特殊的标记，或者是及时撤离交战区，而且我们要说清楚过时不候。相比之下呀，我们这边的问题还稍微小一点，因为我们面对的对手
不是什么部落社会，不是一盘散沙，不至于说是摁起葫芦浮起瓢。而且呢，我们的对手也没有什么特别剽悍的历史，更不存在语言不通这种交流障碍问题，进行心理战比美国容易。而且呢，面对城市游击战，我们和美军有同样的技术水平，但是在心理攻坚这个方面，我们也许能做得比美军更有力。好，关于美军在阿富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，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